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93阅兵之后，中俄朝三巨头的确让全世界都看见了。大家以为戏演完之后，大家各自回家，大家各自努力，结果没有想到是这三巨头是离开之后才真的动了起来。普丁现在竟然还想把战事给扩大，把战场给扩大。他竟然派了无人机进入到了波兰的领空去，吓得他们马上战机起飞之后，用飞弹直接将它给击落。而且这一个举动让北约全部都绷紧神经。他们怎么形容？他说这是2战以来最接近冲突、公开冲突的一次。而在中国，甚至还有日本的媒体捕捉到了，现在福建号的航母直接公然行驶在这个所谓的台海往南海这个地方来走，他完全不想演了，直接公布给你看。而现在全世界最担忧的是什么？是金小胖，因为金小胖他一回国之后，他马上去看了他最新的洲际弹道的飞弹，这代表一件事情，在中俄朝峰会的时候，有人把最关键的技术全部都给了他，这给了他之后，让他马上回国就有新动作。而现在三巨头的动作，全世界都是高度的警戒，甚至是绷紧神经。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专家林廷辉，大家好。世彤，我从来没有想到，在93阅兵之后，中俄朝三巨头，对你们让全世界都看到。我想我们那时候还有说什么，演完戏大家各自回家，对，够了，大家都够了。结果没有想到9月3号后这几天、这几周，这3个人的动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而且每一步都觉得步步惊心了。对，没错。事实上，在93阅兵的时候，我们的当时的焦点就是他们3个在讲长生不老，对不对？那3个人到底有没有做什么协议？他们3个见面见了非常多次嘛，那么做什么样的协议？我们觉得，好像看起来是蛮乖的样子啊。难道他们真的没有想要再惹事吗？答案是 no， 马上就开始惹事了。为什么这样说？你看一开始的时候，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呢，原本我们的俄乌战争不是对普丁来说打得非常难受吗？对，他最近用很多无人机去攻击这个乌克兰吗？可是赵和你知道吗？他居然不止攻击这个乌克兰他10号的时候派了非常多无人机，竟然进入乌克兰的后面的国家叫波兰的领空居然是去跟北约挑衅中国这时候也在做一个动作。他们现在也会发一个最新的报告，就是说我们要火箭军因为我们火箭军之前很多人都落马了嘛，被抓了嘛。他说我们现在情资要倒查9年，那倒查9年的时候，有人就说，倒查9年会回到这个现任的军委会副主席张又侠他在2012到17年担任这个所谓的这个，当时是在所谓火箭军里面那可能跟他有关系。那他是谁？他就是现在传言跟习近平在互相斗争的人嘛。对。那这个讯息是谁给他的？有人就说，搞不好是普丁跟他讲，因为兄弟给的。对，因为很多这个火箭军的这个将军有问题，都是普丁 pass 给习近平。虽然 pass 给习近平，习近平在查这个，会不会就是这样做？另外一个，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的话，中国他也不严了，他怎么样呢？我把对台湾这个威胁相当大，就是他们新型的福建号有电子弹射的这个福建号，它呢在这几天的时候穿越过台湾海峡。从这个北到南，那他们要到南海去。赵伟，你知道吗？实际上这是这个福建号第9次的一个相关的这个巡航。对。那9次巡航是按照中国的规定，就是他接下来就要成军了。那你看他第9次刻意选在台湾海峡，那就告诉你什么？这个成军就是要针对你的啦。所以你看，习近平跟普丁呢都有这个动作之后，那你想说，那金正恩没有动作吗？金正恩当然有动作。来，你这次来到这个中国来了我不只给你1亿美金的这个所谓的出场费，中国还有俄罗斯就准备给你什么？我们要让你有最新型的火箭，因为目前北韩最新叫火星20型的洲际弹道飞弹，所以你缺什么，我就帮忙你什么。对，没错，我们会给你更好的引擎跟燃料，让你呢正式成为这永和大国。所以呢，事实上他们3个人呢，果然是这个所谓的川普说了邪恶轴心的这个3个兄弟，他们3个兄弟目前为止来说话，真的还是让美国不安心的一个局面世彤，你刚刚特别提到现在，普丁我们都已经讲，他在俄乌战场上面他已经非常疲累了，他已经打到什么都快没有了，结果他竟然这么大胆到，你看到这一张画面，对，竟然派了无人机，我要说1、2架那也就算了，没有，
好几架，超过10几架，直接往波兰的领空直接下去。对，波兰吓死了。对，没错。好，我们现在看这张图，这张图就是当时的俄罗斯发动这个所谓无人机攻击。你看它的发射点都是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边。我们如果是一台就算了，波兰说啊，如果是一台就算，不没有它居然有19台19台飞到波兰境内，照了，你说19台那是真的，那是故意的吧？对，一台你说我们是这个失控，没有，它只有19台。那19台过去的时候，当然波兰马上发现了无人机，就马上开火嘛，很多这个爱国者飞弹或是靠飞机上去就把它打下来嘛。这是什么？它这个是变成是北约呢跟俄罗斯的首次交火，所以这意思是什么？北约难道会被俄罗斯卷入参战的一个状况吗？而且你看到这个是，如果今天真的发生的话，这等于是什么？北约跟俄罗斯等于是正面要开干了。对啊，而且开干为什么会说这件事情一定是所谓的故意的？你看到这一张图，对，这张是他们击落的俄罗斯的无人机，结果你看到这边。它装油箱，对，装油箱，这代表一件事情，你今天飞的要非常远，非常远之后，我们都知道波兰是比较远，对，你是刻意为之的。当然了，我们就讲，事实上你刚才照我讲到的重点嘛，这个在波兰被坠毁的这个叫非洲局的无人机，好，那这个把它打下来了。打下来发现到说，它这边还有一个油箱，在它机的这个前方这边有一个油箱，那就也是什么？它可能原本的设计是没办法飞到这个没办法飞到波兰的，但是我再加个油箱就是要飞到波兰，所以摆明了就是跟你挑衅嘛。那第一个时间来说，你看波兰马上就很不开心啊，大概有19架闯入波兰领空，其中只有4架因为构成直接威胁，我们被击落，然后这是一次侵略行为，对我国公民的安全造成了实质的威胁了。所以这次无人机你看到它说什么？没有安装弹头，仅作为飞弹攻击的前导。对，这代表一件事情，普丁他在测试你，测试北约。对，他也太敢了吧！另外一个，因为波兰跟俄罗斯这边还有一个这个边境，白俄罗斯这个边境，他说这样，我们把这个波兰跟白俄罗斯边境关闭起来，这样的话就让你这个俄罗斯，如果你真的要挑衅的话，没有什么样的动作。好，那我就跟他讲，这让这个俄罗斯人，他除了这个飞到这个波兰去挑衅你之外，他最近还做一件事哦。你看，白俄罗斯跟俄罗斯12号起要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叫西部2025，然后地点选在波兰跟立陶宛的附近，然后他们要达成3个目标，要测试什么北约挑衅的行为，然后那个虽然在乌克兰战场上越做越勇，那俄军仍然是强大的力量，然后持续在2国邻近的北约国家中间要制造紧张的气氛，所以3大目标。好，那这3大目标来说的话，照我跟他讲，这就是这样，他们在俄罗斯跟白俄罗斯在这边，然后俄罗斯在这边，他们因为在中间有一个叫做这个所谓的苏瓦乌基走廊这个地方，所以是东哥，所以它就是等于是这一张图下去，对，没错，这是白俄罗斯，然后你刚刚提到的关键。这个是苏瓦乌基走廊，就是这一块，对，没错，极为重要。好，那为什么？我就跟他讲，他这一次这个军演来说会引人注意，就在这边。你看，这次俄罗斯在这边，白俄罗斯在这边，但这边还有一块俄罗斯的飞地，就加里宁格勒。对，他就这样，他在这边，他在白俄罗斯这边军演的时候，第一个时间他就说，我可能要封锁这个苏瓦乌基走廊。我封锁的时候，照你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吗？这边有波罗的海3小国，爱沙尼亚、立陶宛跟拉脱维亚，这边是华沙，就波兰。对，原本呢3小国跟外界的联系就是透过波兰这个走廊，这个走廊，结果这个走廊我把你封住之后呢，波罗的海3小国就变成是我囊中之物了嘛。那波兰总理马上就开始说什么？你这个不行哦。他说这是2战以来最接近爆发冲突的时机，就是他的意思是北约跟俄罗斯要爆发冲突，所以他就要求什么？他要求说北约根据这个创始的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的这个第4条展开磋商，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联合起来防卫啊。所以就这样。那当然了，川普也马上说好了，我们会来了，我们会准备来帮忙你们。好，那我就讲，实际上俄罗斯到底在避谁没棒？我们跟他讲。这一次呢，因为不是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来了吗？那结果没想到荷兰的 F-35的这个飞机呢，在波兰，因为他们有北约的盟军在那个地方，他居然用 AIM-9X的这个响尾蛇飞弹击落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对，响尾蛇飞弹，响尾蛇飞弹1颗多少钱啊？1颗300万美金啦。对，你无人机一台多少？1万块。所以等于是说，你看俄罗斯就所以根本就是炮弹去打小鸟。对，他就是故意这样。他就让你消耗你的武器，然后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的确在波兰境内或者在北约，现在掀起了一股紧张的气氛。那就是这个普丁的挑衅嘛。好，那第2个是什么？金正恩的野望。什么叫金正恩野望？你看他们上个礼拜不是3个人这个非常开心的讲完话吗？讲完话没多久之后呢，你看他在这个金正恩准备要去中国之前，他有去访问这个所谓飞弹研究所。
然后飞弹研究所说，哎呀，我们要加强我们的洲际飞弹这个所谓火星20型的这个研发。然后他说什么？我们要搭载所谓的高功率的固态燃料引擎这样一个状况。你说你要这个高功率，问题是你没有这个技术啊，你哪来的技术？所以简单来说，有可能是什么？中国或是俄罗斯，他们把他们有的这个高功率的这个飞弹的这个引擎呢，给了这个金正恩。所以中国，所以中国对他这么好，把技术他最需要的东西我全部都交给他了。当然了，好，那你知道，事实上这一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们三个国家在这个所谓这个北京会议之后呢，他就说什么？他以往都会说什么？以往都会说我们要推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就没想到这一次都没有说这样，中国都没有说什么朝鲜半岛无核化，那是什么意思？就说啊，我承认你有核啊，你就是有核子武器，你不是没有核子武器，所以等于是承认了你金正恩有核子武器。好，那我讲除了这个之外来说啊，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它在这个所谓铀矿的这个技术能力非常好，他就说我们要跟北韩的地质专家，我们要提供你培训，然后协助你找铀矿在内的战略物资。所以今天从中国跟俄罗斯完完全全就是加速你北朝鲜、北韩的对核子武器更快速，让你去威胁整个世界。当然还威胁美国嘛，因为它这洲际飞弹可以打到美国嘛。所以你看，他们等于是说把这个北韩呢，这个金正恩本来是站不起来，他把你扶起来，变成是另外一个对抗美国联盟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国家。好，另外一个当然我们就讲到跟我们台湾最相关的就是福建号。我们不是讲吗？这是主要是因为这个日本的这个自卫舰队发现到这个福建号嘛。那中国后来也说没有错，我们有福建号。那福建号是中国这个第3艘航母，除了这个辽宁号跟山东号第3艘嘛，它可以搭载什么歼15、歼35等这个舰载机嘛。然后它主要就是因为它有弹射的这个发射器，所以它的这个所谓飞行的这个能力更好。事实上，《华尔街日报》在最近就报道一个，他就说了，中国现在呢在海边的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圈起来的部分呢，就是他们在新建的一些海军设施。那这里面来说，除了海军设施，可能还有一些基地，这个所谓直升机的基地。那直升机基地要做什么？当然就是说登陆作战用嘛。所以你看，它这边盖了那么多，就可能有需要作战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时间把这个海港呢就可以有运输大量物资。好，那另外一个。《华尔街日报》在仔细用卫星去拍，他发现到说这些基地的面积非常非常大。他就是说有从一座这个大型新建的这个2栖作战的这个潜艇基地，到一座这个耗资数十亿美金、距离台湾的这个所谓约莫3英里的机场，什么都有就对了啦。然后他还发现到说，这个基地里面有铁路。有铁路要做什么呢？他说连接到附近的可能高速公路，或是他们连接到附近的兵营。万一打仗的时候，火车可以迅速把这个武器啦，还有部队啦、坦克车运输到这里，然后再送到所谓2栖的这个攻击舰上面去。所以呢，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你就知道。中国显然有在做一些相关的准备，那这个准备当然是吓你嘛，不是说真的要攻击台湾，我们不知道。但你可以知道，在93阅兵之后呢，3兄弟显然没有像美国说了，他们可能后续就没有动作，他们反而动作越来越多，那就会变成是川普的头痛的3个人呐。宇轩，现在除了3巨头是在动之外，美国他当然也看在眼里。他知道一件事情，你在动，我这边也要开始动了起来。你看，他最近在维吉尼亚州的训练中，他把影片全部都 po 出来。这影片当中，我们看到什么？第一个，我看到无人机；第二是看到什么？怪了，是在打所谓的城镇战。城镇战，我心想，美国哪需要打？这代表一件事情，这战场不会是在美国，这战场是在亚洲的。对，没有错，赵娥，你可以再精准一点，这战场呢，恐怕就是以台湾为响定。为什么？真的假的？否则你菲律宾或者说你其他日本的第一岛链的国家不需要打城镇战嘛？只有在台湾的响定里面有这样子的城镇战这个构想嘛？而且可怕在哪里？可怕在于说，我们前一阵子还特别提到说，美国的国防部长 Hegseth 要把呢全方面的采购无人机给精简化、给流程迅速化。结果你在这一次他在维吉尼亚州的演练里面会发现，竟然已经派上用场了。你现在看到的是烟雾弥漫，对不对？等于说在烟雾的掩护之下，整个陆战队突入到了他们所想定的目标，也就是这个建筑物里面，而包括破门、包括攻坚，这个都是常态性的。但最可怕的是什么？在那1、2、3个4个阶段，他竟然把无人机也纳入在里面，而且你看他怎么讲，这是他们现场的指挥官一位中校说，我们认为无人机，特别是小型的，各位不是那种巨型的哦，大概就是1、2公斤，很轻型，一个人手掌就可以拿到那种4轮的那种的。对，应该是要把它纳入到所有的基本工具里面。换言之，每一个陆战队都要学会如何使用无人机，都要有一台小的无人机，而且它是已经纳入在教程里面，而且甚至在演练的作战里面。这不只是陆战队，这是最新的一个消息。对，可怕在哪里？连一般的陆军、一般的 soldier
都会搭载所谓的无人机系统，而且这个无人机叫什么？叫做黑寡妇无人机，这感觉很凶的。对，就是你想到的那个没有错 ，Marvel 的那个黑寡妇来的西北台，这个叫 Tier 创，它所提供的无人机。那我跟各位讲这个无人机有什么功能哦？第一个，它搭载 AI， 再第二个呢，赵尔真的是可以放在手上。1.6公斤，你甚至呢就小小的一个，对你如果平常拿着没事干，你还可以拿来重训，练你的二头肌。6公斤这么轻，对，而且它搭载什么呢？你不要以为它虽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光学它也有，红外线它也有 ，AI 自导它也有，防电子战的干扰它也有，甚至它还有什么活动滑轨。换言之，你今天看到这台无人机黑寡妇这样对不对？它下面可以载一个炸弹，等于可以带软的哦，等于是可以对你进行轰炸，真的是冲撞，它可以进行相关的变形。你看在陆军整个进攻之前，你有没有看到它画面也太清楚了，而且它标示的很清楚，那个叫 AI 辨识，对，就是你看它把地形绘出来，对，这是它第一个功能。在你是什么样的战备配备，你是什么样的敌军，你是怎么样想定，比如说你是人员，你是敌我识别，你是战车，你是装甲车，它全部都可以辨识，而且传回到中间。那你想想看哦，我们战争最重要的是什么？情报。那我得把你情报掌握之后呢，你能拿我怎么办？这时候你就会讲一件事情，玉轩啊，人家是不会用无人机，对不对？啊，人家也可以用无人机啊，那你这样不就抵消了吗？所以美国也有想到，照你猜看这是什么？看起来很大一个板子，好像什么 Elon Musk 他们家生产的东西，其实不是哈，这是国防的一个厂商哦，叫 Epirus， 它所生产的微波反无人机系统，来 AKA 它叫列奥尼达。列奥尼达，美国人不这样叫它，你知道美国人叫它什么吗？杀虫剂。杀虫剂。无人机有没有像那个蚊子、苍蝇啊？这个我们讲蜂群一群过来，它这个一次就像杀虫剂一样。喷下去，电波战就像画面中这么多无人机，一瞬间，全部都掉了。有没有像是你在这个蚊虫区里面烧蚊香之后，全部一波，最多63个直接原地倒地？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波兰根本需要就是这个，哪需要拿飞弹去打它？不需要啊！一上去之后，它俄罗斯的无人全掉下来了。这叫团灭。OK， 你管你多少架无人机，因为它只是抢电波哦，电磁干扰非常强，电磁脉冲。哦，其实我们传统最喜欢讲电磁脉冲，这电磁炮打下去之后呢，所有的无人机应声倒地，而且它的范围是什么？5公里。你知道这5公里多厉害吗？因为很多无人机它的航程，特别是小型的，根本没有办法飞那么远。等于就是说，你可能飞到那边的时候呢，才刚刚被它雷达侦测到，侦测到之后呢，敌人还没看到，全部无人机因此而掉下来。而且呢，它会开始把这个变成是一个标配的战力。代表什么？代表美国国军呢？它其实有注意到一个现象，也就是说，未来的无人机它会成为一个必然。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呢？真的是针对台湾而来的。因为为什么？在菲律宾过去有苏比克湾，那美军曾经测出过，他现在跟你讲说他要重返。赵和啊，重返你就想说那要部建无人机吗？部建这些我们讲新形态的吗？就不是赵和，传统的嘛是来啦，对，传统的嘛是较好啦。为什么？他要把所有的弹药库，因为以前这边就是长期提供美国的弹药库，所以你意思说，过去可能是船只，可能是飞机停在这个地方，没有，我现在把你打造成一个全球最大的军火库，就是在这个地方，对，我随时要打，我从那边运出来，我就开战了。因为以前他这边是有生产所谓的弹药，但他现在未来更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美军说什么？说，长程的也不错，中程的也不差啊，那打得准的最好。打不准的我们也要，所以什么意思啊？他把这边包装成一个刺猬岛武装库，而且他所谓长程是什么？就是你想到了没有错哦，可以打2-3千公里的。但是你知道吗？苏比克湾这个地点它有一个特色哈，距离它最近的深圳大概就1000公里，那它离台湾大概也1000公里，但是它离北京、上海那个地方呢，大概分别也是1800公里。换言之，只要这边打造成我刚才讲所有的弹药，而且它是要原地生产哦，武装成一个军火基地之后呢，它随时可以对中国开火。所以，瑞德，我们今天看到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灰色作战非常非常多，尤其什么，我已经快疯掉，每天派那种船来把海底电缆直接这样子截断，结果没有想到的事情，现在是连外媒路透社都直接搭上我们的这个海巡舰去看了这件事情之后，你说等到外媒进来之后，外媒站上去之后，以后我们海巡的手段会更激烈，直接把这些船给狙掉了。没有错，从今年呢，那么宏泰58号直接用恶劣的方式，他船长下令把锚弄下去了以后，脱锚了以后，我问你啊，是不是就直接把我们的海底电给拉断了嘛？断掉了。拉断了以后呢，我们在宏泰58号这个事件里面呢，海巡署跟我国的检察官跟法院呢，开始改变我们的态度。在此之前，大部分都是规劝。这一次
为什么特别让路透社的记者上了海巡署的船，对直接到了澎湖，然后到处去看我们的执法，这是故意的。故意的为什么？这当然是故意的啊。外国媒体第一次上了海巡署的船，海巡署呢100公吨的船坐起来不是很舒服。对，我曾经用淡水坐到这个等于说海峡中线，我跟你讲坦白的，那并不是很舒服。但是呢，让外国路透社的记者呢，那么外国通讯的记者直接来看海巡署是强力执法。过去海巡被人骂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够强势执法嘛。那这次强力执法干什么？表示那么它不再是什么8艘船啊，500个人这样动。未来开始在台湾海峡，那么尤其在台湾跟澎湖之间呢，它会强力的执法。它针对这些所谓的权益人，今天就跟你公布了96艘有问题，400艘根本就是老共随时可能把它一把货轮改成要那么侵略台湾的运输轮嘛。而且呢，事实上现在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情报也跟周遭包括日本、菲律宾共享情报。当然也包括美国，我们共享情报。现在呢，我们的海底电缆呢，各位以前就是海底电缆拉断就拉断了嘛。事实上，海底电缆一拉断，马上就会知道一条海底电缆。你知道那个海底电缆它运输速度有多快吗？1秒钟可以传输4万部的4K 的相关的这个等于说那个电影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在海底电缆的周遭，现在由中华电信已经立了一个所谓的警报器。也就是，如果你在海底电缆的两边各1公里，这些权益人靠近的话，马上就警报以后，立刻透过无线电呼叫，给我离开。对，因为这1公里之内，前后1公里禁止下锚。我们现在已经直接禁止所有的全世界所有的船不准下锚。然后呢，立刻离开，你不离开，海巡马上就到哦，海巡马上就要尝试执法。那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可以发现。从这些年以来断，我跟你讲哦，跟他们关系好没有用。马祖、金门跟他们关系好啊，马祖曾经一次给你断2条，我们马祖就只有2条啊，全断了以后，马祖曾经50天没有办法上网啊。那你只靠微波没有用，因为微波的那个传输速度比起那个海底电缆差太多了，比起光纤那个差太多，更不要讲卫星，卫星是更少了。所以这个东西牵扯到国安，为什么呢？老共先测试。希望用权益人去测试了以后呢，紧接而来，他就会把它正式当作对台湾的一种攻击。必要的时候，他如果真的要封锁台湾，你的14条的国际的这个等于说光纤跟6条的国内全部都被你断掉。断掉了以后，你呼救无门啊，只剩下微波，只剩下这个所谓的卫星啊，对台湾整体的通讯几乎都已经全部中断。这就是老共一步一步蚕食鲸吞的原因。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俄罗斯他今天把他的无人机飞到这个所谓的波兰去，被人家说什么？它是一个挑衅行为，而且是什么？他在测试，结果今天我看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也跑到了欧洲去，他因为外交官的关系，他要去欧洲，结果没有想到，天哪，有这么凑巧的事情吗？有这么重叠性的事情吗？在林佳龙访欧的过程当中，王毅他也访欧，这过程当中，谁在后面推一把？谁在互相来测试的？对，王毅访欧洲，我们一定知道；林佳龙访问欧洲，中国自己也知道。所以同一个时间点哦，2个人都同时间出现在东欧，显然东欧的地位非常重要。而且哦，根据外媒的报道哦，基本上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东欧国家自己会知道说，我今天如果邀请台湾的官员过来，基本上我就不可能去找这个中共的高阶官员过来。中共高阶官员在现场，他们也不愿意得罪中国，所以也不愿意让台湾的官员过去。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些玄机在里面哦。王毅这一次，其中有一个到的国家就是波兰，而波兰就是刚刚提到的，俄罗斯派无人机入侵到这个波兰，而这件事情也引起川普的注意哦。各位要知道，普丁在搞什么鬼？各位，普丁在9月3号的时候登上了天安门，跟习近平站在一起，对不对？对。但你知道9月3号，川普本来不是说也想要去天安门上面，有人说要邀请川普去天安门吗？9月3号他在白宫见谁？就是见波兰的新总统。而波兰新总统呢，是一位42岁的历史学家博士哦，他本身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右翼的民族主义者。而跟川普在谈的时候，就是川普跟他讲说，在欧洲来讲的话，所有的欧洲国家其实呢，跟美国来讲的话，都是口惠而不实。什么意思呢？我叫你出钱，你不出钱，啊，结果你国防预算来讲的话，大概只有2%多而已。
今天波兰的国防预算是高达多少趴？你知道吗？GDP 的占4.7%，将近到5%了。 5%了，也就是川普所要的理想。所以整个美国都很开心的想要跟波兰交朋友，而波兰总统呢也要求说，未来来讲，不管是 F-16、F-35，全部都驻扎在波兰，而波兰本身也有将近有8000名以上的美国驻军，也欢迎更多的美国驻军驻扎在波兰。所以今天呢，其实俄罗斯他挑衅了什么东西？9月3号，你不是讲好了吗？我今天就得测试看看，对我在测试你美国的诚信是什么。对，所以今天来讲的话，这个川普就马上讲说，这个 Here we go，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就开始要做了，要做什么事情啊？真的要干了吗？武装波兰起来了嘛？也就是说，你今天挑衅到我老子头上了，对不对？那我今天来讲的话，要你好看。普丁在做的事情就是挑衅川普，对，记不记得他们在阿拉斯加不是有见面吗？对，你今天跟我见面之后，你又琵琶别抱，你又去跟波兰总统见面，这个感觉好像很不好。所以我今天来讲呢，就告诉你说，你的新欢，你这个跟波兰的总统抱来抱去，我今天就挑衅你。而今天波兰成为一个重镇的情况之下，他今天会真的欢迎王毅吗？我告诉你，王毅去的话只是去固装，为什么呢？因为有太多的事情啊。记不记得去年萧美琴到欧洲一趟的时候，当时她当选哦，对，马上去的就是波兰，所以波兰各位要知道，它除了过往来讲是一个军火工业的重镇之外，除了包含像今天林佳龙去的地方，捷克，这些地方都是军火工业重镇。未来这些国家也都会是我们在东欧的半导体的重要的工厂的所在地，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来讲，要去除红色供应链。跟我们的半导体供应链整个全部挂在一起。对，那今天我们赖总统有提到啊，所以什么事情呢？东欧以前来讲的话有16+1，就是东欧加中国。现在这个格局已经破掉了。这个破掉的格局的情况之下，我们林佳龙外长呢，这个部长呢，到那个地方其实就是要重新建构整个欧洲在半导体方面的秩序，还有军火工业的供应链。这时候背后的协助者当然是谁？当然就是美国。所以我们从北到南看下来，从波兰一直看到斯洛伐克，一直看到甚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地方，都是未来台湾的一个台商重要的经营的对象。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